嗨，大家好啊。说个事儿，那个我看好几个人现在都在传，对吧？台积电原来的一个这个高管啊，最近参加了深圳的这个芯片展，回去以后在台湾的一个那个访谈节目上大惊失色。他说的这些东西就是现场了解的啊，就是3个事儿，我觉得大家要关注啊，因为这也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干的事儿叫去美化；今年的事儿，我们干的事儿叫全自主啊。这个是他自己说了，这个从他现场看的东西，连甚至上游的特种气体。这个大陆这边都自己做了，而且是很多公司在做啊，包括化学产品、光刻胶，这都不是了，甚至硅片啊、高精硅，在大陆这边都是自己在做了。他说是7纳米以上、14纳米以下这个区间，大陆已经全部覆盖了，已经做到了全部的那个自主，全产业链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他已经说了，从去年到今年，大陆这边有了32个晶圆厂正在建或者投产，这个我已经跟你们都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产业都知道的，这个上产线就非常多了。那这些东西呢上去的话，他就已经非常悲观的说，就是海外的只要是7纳米以下的这些制程，1年之内肯定都完蛋，这个产能都完蛋，会被大陆冲的无法想象。他说他到现场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现场的就在中国深圳的芯片展啊，大陆深圳芯片展上，现场的很多的厂家给出那个生产的价格是他在台湾能谈到最低价格的1/3，都已经卷到这个程度了。7纳米以上、14纳米以下，这是他说的啊，说的非常清楚。然后当然了，他说的话呢，那个有一些东西咱们就当传闻，说什么深圳市政府补贴300亿美元，说华为在深圳建了好几个芯片厂什么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们就当传闻听啊，没有佐证啊，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回复啊，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细看展开了。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在海外这么说，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从第三方的角度，就从台积电的从业者的角度啊，给你一个深刻的认知啊。第一个，成熟制程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拿下；第二个，全产业链，我们记住啊，是全产业链，别再跟我这儿较劲，说哎呀怎么这个，哎呀那个。你们担心的东西都扯淡了啊！我可以告诉你们，这2年，就去年和今年2年的时间，我们用空间换时间，用时间换技术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全产业链7纳米到14纳米这个区间，我们已经完全摊平了啊！全产业链，记住了，是芯片生产全产业链啊！这个已经是台积电的人自己在台湾自己的访谈节目上说的，他是参加完芯片展回来说的，所以他的那种观感是完全可以佐证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任何说头的。全产业链就是连特种气体都是我们的啊，所以这个你们先记住这个事儿，不要再去跟我说这其他东西了啊。也是尹总，这中微的尹总在今年的那个6、7月份的时候说那个话啊，全产业链已经实现了自主，好多人还跟我这较劲，那个是说的那个微时刻机怎么着，其实就是全产业链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可以跟你们说的话呢，其实是7纳米以下，我们也有了办法和工艺。华为这颗芯片怎么来的，对吧？ Mate 70上这颗芯片怎么来的？你们甭管叫它9020还是叫它9100，这颗芯片怎么来的啊？这颗芯片已经比肩到4纳米，甚至比很多把台积电4纳米工艺造出来的芯片还要好。那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实在存在哦，而且你们线下去那个买的话，你排一会儿队啊，4号到8号之间会有大放量，排一会儿队肯定还会有啊。所以这个芯片是怎么来的？这么大的量是怎么来的？不可能，这良品率很低呀。那么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之前节目就告诉大家，这个的芯片的技术实现了批量量产，也实现了这个成本的下降，因为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杨长顺拆机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那个芯片又大了又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另外一条路，走了另外的趋势来提升单位时间下、单位面积上可用的晶块数量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进步，我们要认真的去坚持啊，这条路我们马上就要走通了，接下来就是往下攻了。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他的想法会天马行空。你知道我们的从业者多少岁吗？平均28岁。我可以告诉你，芯片产业的从业者，我们这几年统计的，国家统计的28岁。28到32，就是这么一个区间，所以都是年轻力壮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超脱一切的这种攀离的东西，所以技术进步不是这些人在外面瞎吵吵能想象到的，好吧？今天到这儿了，我们下课，拜拜。